大婚当天，新娘却愁眉苦脸，因为她早已不是清白之身。果然，洞房时，丈夫终究发现了她不是处女的秘密，一怒之下将她吊起来打个半死。其实李明根本就不爱男人，因为小冉曾说过：“你要是真的嫁给我哥哥，那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分开了。我哥哥他只是个小当兵的，他不是一个军官，按规定他就不能带他的家眷去西藏。作为他的妻子，你就只能留在昆凌的家里，跟我和爸爸在一起。”李明满身伤痕，哭着回到了植物园。小冉向父亲控诉哥哥的无耻行为，而重男轻女的父亲却置若罔闻，因为在他心中，无论儿子做什么都是正确的。好在哥哥觉得丢人，返回到了部队。可从这之后，一向对教授毕恭毕敬的李明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成为儿媳后，他的脾气变大。以前教授顿顿离不开鸭掌，现在李明嫌弃恶心，不许小冉再做。教授默不作声，只好一个人去镇子上啃鸭掌。没有哥哥这个电灯泡在身边，两人开始肆无忌惮，公开在父亲身边秀恩爱。虽然父亲察觉到了两人异常，但在那个纯净的年代，他并没有多想。毕竟我国还没有那样开放的先例，当然如今也不例外。恐怕只有成都、重庆、上海等大城市才不会遭到旁人的白眼。李明和小冉24小时混在一起，对父亲交代的任何事物漠不关心。老父亲只能一个人生闷气，一个是女儿，一个是儿媳，他都惹不起。深夜，李明提出和小冉远走高飞，小冉担心父亲拒绝离开。哥哥走后的2个月，邮寄来一封家信。由于李明没有怀孕，因此他不能2次探亲归家。于是教授提出让李明去部队周边租个房，一是方便2人见面，二是希望自己能早日抱上孙子。谁知李明坚决反对。第2天，教授将怒火发泄在小冉身上。李明见状，急忙上前制止：“这里没你的事儿，我在跟我女儿说话呢。”跟女儿说话，还以为你在训女儿。住嘴！你是个兴风作浪、挑拨离间的祸害。你在这一天，我们就不得安宁。你跟我走，走！如果他走，我也走。晚餐时，父亲憋了一肚子气，盛了1碗饭，独自端回了房间。2人却高兴地喝起了交杯酒。谁知深夜，父亲撞见了2人的秘密。